院琴，你还记得当时太子选妃时，左相推举了谁参选吗？北秦公主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左相？左相疆域，多半跟北秦有关。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左相谋逆，但左相又和温硕有什么关联？温硕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当年五柳街之事，世人皆以为是温硕救了太子，其实是太子救了温硕。当年五柳街之事，是太子殿下一手谋划。太子殿下对谁都有几分疏离，可唯独待温硕如兄如父，捧在手中，看在眼里。太子为什么要特意设计收温硕入府？左相想利用我是帝家后人的身份，联络帝家旧部。帝家后人，温硕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放人！韩烨，若要回我，我必让帝家陪葬。你敢？10年前的温硕，是他？不可能！温硕，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姐，我去找大夫。温硕，姐，我别说了，进府再讲。原来韩烨当年竟将最大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温硕，你好点了没有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可知当时是谁把你绑走的？我只知道，那群人的衣着和那日在密林里假扮梅花那位的人一样。安乐姐，他们是同一拨人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安乐姐，我在街上听说，殿下杀了左相，被关进了刑部大牢，重臣力荐，要陛下废除太子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情，陆明熙已经在调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殿下他会无恙归来的。相信我的话，你就先好好养伤，等着殿下回来。好，好好歇息。来，我先扶你躺下。明熙哥哥，我怀疑左相勾结北秦，已让院叔知会了琳琅。做得好，希望他查的证据能够保得韩烨全身而退。时间不多了。大人，任大人，我们遣人去甲库查了左相的告胜文书，又抓了他贴身仆人讯问，发现他发迹于西北边陲之地，因太祖广揽人才，才在20年间步步攀升。他的母亲竟是北秦人。我这就去搜左相府，总能找到一些他和北秦人勾结的信息。照顾好文硕。韩烨，我们一定能救你出来。什么情况？陆明熙抄了左相府邸，查出来不少东西，包括我们获取的西北情报。那如此说来，这骆明熙便可对外声称，左相当时在传递情报，而太子当街杀了他，是在阻止情报的外泄。
这一局还是让他们给翻盘了。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，那帝家旧部这一步就不可再继续下去。你去善后，告诉下面的人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还有，之前搜集的所有情报都传回北秦，西北兵变之事提前。是。骆大人已经查实，江瑜之母实乃是北秦之人，江瑜他自己就是北秦的细作。这多年以来，他一直暗中勾结北秦，多次泄露大境的机密。殿下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在当街斩杀了江瑜。这个江瑜，在我大境为祸这么多年，实在是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陛下息怒啊！江瑜他罪该万死。太子殿下手刃逆贼，为国除害，阻止了军情外泄，太子殿下无罪有功啊！赵福，在传朕的旨意，释放太子，同时将江瑜的罪证交予大理寺，尽快制出诏书，颁布京城各处。是。等等，给安宁传朕的口谕，让他好好查查西北边境军情的事。遵旨。殿下，太子哥哥，殿下，您受苦了吧？您有什么想吃的，回府让我给您做啊。我没事，都瘦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说没事？我真没事。倒是你啊，我听说你是自个儿逃出来的。臭小子，没有白费我的教诲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在谁身边长大的。怎么了？无事，走吧。这几天，大人因为太子殿下的事情，劳累颇多。我做的这些，和寒夜当年为紫园做的那些事儿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大人何必妄自菲薄？当年是您让帝小姐免受岱山囚禁之苦，也是您这10年来一直为帝小姐在京中铺路。可10年前，抄斩帝家的圣旨一出，全天下的人都盯着太子府，因为太子凭一纸圣旨保下了帝家孤女。在这风口浪尖上，他再做任何事儿，都会惹人注目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做了。我记得当时的传言说，帝静爷因病死在了太子府。没错。可1年后，寒夜就把死人变成了活人，而且还当着天下人的面留在自己的身边。这份谋略和胆量，我自愧不如。可大人当时也将帝承恩换作帝子元，那不一样。我做不到他那般谋划，把死人变成活人。这么想来，太子殿下当年救下温硕之时，也不过才10几岁。是啊，10几岁的他，依然为紫园做了那么多。
殿下，殿下，您快吃啊！这几日您在牢里肯定没吃好吧？快多吃点。看来，即便你被歹人抓了去，心里面依然惦记着精进厨艺啊。哪有啊？我惦记的明明都是殿下。殿下，您先喝口热茶。哦，这是我熬了几个时辰的鸡汤，您快尝尝。我不过是被关了几日，你这也太上心了。殿下，虽说你只是关了几日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要不是为了我，要不是江瑜抓了我，你不会在大街上杀他的。此事与你无关。在你之前，我已从骆明熙手中取得左相作恶的证据。他为了钳制我，将你掳走。但他既然将手伸到了西北军中，我势必要斩杀他。那日，我被抓走了，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听得见，说不出，动得了，出不去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，自己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当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殿下您。虽说我是个孤儿，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。殿下，你教我养我，逼迫我成长，这些温书都记在心里，感恩肺腑。傻小子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殿下，我只是想说，您千万不要出事，更不希望因为我而出事，不然我会一生有愧。不是了，殿下，你快吃吧，我给您夹，趁热新鲜的，还有这个，您快尝尝啊。子源，今言长大了，长得很好，你放心。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就把他交到你手里。林良，我终究还是没把温硕就是帝金言的消息告诉子源。您这么做，必然有您的考量。不过是我的私心罢了，因为我怕一旦让他知道寒夜这么多年为他所做的，他就更放不下了。将军，冷北，你怎么有点心不在焉的？属下是在想，太子殿下的事能够圆满的解决，将军总算可以安心了。是啊，太子哥哥无事，我也可以安心的回西北了。只是一想到江瑜，在我大境兴风作浪多年，我便如鲠在喉。北秦人敢在我朝堂上安插奸细，说不定我眼皮子底下也安插了人。属下即刻去清查晋中左相余党，绝不让北秦人再有机可乘。京城有太子哥哥和骆大人，
我放心，但是回西北却是一刻都不能再耽误了。回去之后，你务必在军营上下查探清楚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我要回西北，紫渊也要回靖南了。从此我们又要天各一方。哥哥，太子殿下已经没事了吧？他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哥哥，那个左相真的是我们北秦人吗？那他被太子殿下当街斩杀，会不会连我也会被赶出京城啊？双儿，有哥哥在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。莫双一切都听哥哥的。哥哥可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有些事情，哥哥原本不想把你牵连进来，只是……我是哥哥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若哥哥有事需要莫双助力，莫双一定竭尽所能。好。你不必谢我。之前我为了争太子妃之位做了不少错事，况且凭骆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即使没有我的帮助，他也一定能查清楚真相。此事还是多亏了你。其实你今日不来，我也打算见你最后一面的。我做了10年弟子园的梦，10年一梦，也是梦该醒的时候了。其实这件事情从一开始，就是我们对不住你。毕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要离开这里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我替你安排。不用了，我要回家了。骆大人做事缜密，连路边捡的一个乞儿都会调查出处。不过我倒是要谢谢他，如果不是他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弟子园，天高水远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母亲，这里就是他们喝酒玩闹的地方。不过他们可能不会再来了，毕竟物是人非。物是人非。可是，我怎么还能感受到他们在此间的欢声笑语？如果可以选择，
我也想在此跟他们把酒言欢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已经抓住了它。母亲，你说的对，这里不是我能久留的地方。离开了京城，我就自由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走吧。太子哥哥，骆大人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这满桌美食怎么没有酒啊？说的对，我让琳琅去拿。哎，用不着，此间不就有酒？这可是骆大人的姻缘酒啊！过2日，我就要回西北了，子元也要回晋南了。今晚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喝大酒了。自我回京城起到现在，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我知道，可能再也回不去当初了。今晚就让我们抛开之前的种种，大醉一场，如何？大醉一场，如何？今晚谁不喝，谁就是小狗。来，舍命陪君子。干干！你酒量那么差，还要喝？我当下比你要清醒些。我可清清楚楚的记得，你带着3万水师来求娶我时的恢宏场面啊！说实话，替子元，你当时那副混蛋模样，我还真的有点心慌。子元，敢倾国太子哥哥，属实厉害呀！我当时听说这儿有个女土匪要抢占你，我想着这世上有比我更泼辣之人，这得见识见识啊！没想到居然是你，那我自然还是比不上安宁公主啊，
当时一入京就来到这凌香楼，非要跟我打架，那豪横做派，我自愧不如啊。那日打的可真痛快。自那后，便没这般了。那要我说做派啊，还得看我们太子殿下。就太子殿下下江南那几番作为，虽然我没去，但只是听闻，那都让人神往。面对那么多失控的难民，临危不乱，确实勇猛。说起来，我还是更佩服你啊！何人不知京城骆明熙的名字有小儿指提之效啊？啊！用通俗点的话，就叫做干一行，爱一行。我那些审问犯人的手段啊，那都是我一点儿的心血研究出来的。哪个犯人不怕？来，这要说名声啊，那还是太子殿下更胜一筹。就光为弟子缘不娶这一件事儿，他就唠唠叨叨、反反复复说了10年多，这整个京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太子殿下，你要娶的弟子缘就在你面前，你为何认不出来啊？啊？还有你儿时的朋友就在你面前，为何这么晚才认出来？我的……你和骆明熙，一个在水匪堆里长大，一个在刑部摸爬滚打。我和安宁，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太子爷，一个是征战沙场的女将军，谁懂得你们这些弯弯绕绕啊？就是啊。那如此说来，确实是我跟子渊欺负你们了。那可不是。来。殿下，我们根据您发的情报，已经集结军队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我们便可以连下数座城池。随后，只要再拿下青南，我北秦铁骑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取晋国都城。我很快启程西北，届时正可以和边境大军里应外合。虽然还有许久才到你的生辰，但如今看来，我是赶不上为你庆祝了。等我回到靖南，便是长丝花开的季节，到时候开满遍野的长丝花，可比殿下那日送的花灯要大手笔多了。你若不嫌弃那3块铜卖的兔子灯，今后每年我都做一个给你送过去。大靖太子亲手做的灯，那可是世间独一份的稀罕，正好送你这个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任安乐。那可还是算了吧，京城和靖南之间山高水远，殿下可别为了这么一个花灯而大费周章。再说了，殿下以后还会遇见比那夜更加流光溢彩的花灯，也会遇见将你所赠花灯视若珍宝的女子。子渊，
那日在花园山顶，我知道，你与我一样都不愿离开。我就算不离开京城半步，你我也永远都无法并肩。我们之间隔着太多，承载太多。殿下心如明镜，早就知道今日的结局了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正是因为无比清醒，不能阻止，所以那日在谷里，我才久久不愿停下，也不愿离开。既然那夜殿下没有停下，那往后也别再停下。殿下许诺的清平盛世，紫渊正等着看呢。子渊，你我这一辈子，可能都不能再讲了。我在这里祝你，今后每一年生辰都安康、喜乐。